你有没有注意过，有些男人条件明明不差，身边也不是没有女生欣赏，却很少再对谁展开猛烈追求。他不会从早到晚一直传讯息，不会因为女生回复变慢就立刻加倍讨好，不会送了几次礼物，约了几次吃饭，就认为对方应该给他一个答案。当他感觉到对方兴趣不高，甚至开始忽冷忽热，他也不会急着证明自己，而是很安静地往后退。很多女生看到这种男人，心里第一个念头是，他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我？如果真的喜欢，为什么不积极一点？为什么别人会每天嘘寒问暖，他却可以忙自己的生活？还是他只是条件不错，所以觉得自己不需要付出？可是事情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。有些男人不追，确实是因为没有兴趣；有些男人则是受过伤，不敢再轻易投入。还有一种男人，他不是没有能力追，也不是不知道怎么讨女生开心，而是他已经不再相信，一段真正适合自己的感情，需要靠单方面的追逐才能得到。今天我们要谈的，不是如何替冷淡找借口，也不是要把所有不主动的男人都美化成高价值。真正要拆解的是，为什么越来越多条件成熟、生活稳定的男人，不再喜欢用追逐的方式开始一段感情？他突然退后，究竟是健康的界限、受伤后的防御，还是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？尤其最后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一个男人是真的慢热，还是只想把你留在身边却不愿意负责？看的从来不是他说了什么，而是他退后之后还有没有做出某些选择。先说清楚，这里所谓的高价值，不只是收入高、外表好、工作体面，也不是身边有很多异性可以选择。真正的高价值，是一个人对自己有稳定的认识，有能力安排生活，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他可以很普通，可以不是最会说话的那一个，甚至不一定特别浪漫，但他知道自己能提供什么，想要什么，也知道一段关系如果失去尊重，再多的热情都撑不了太久。这种男人年轻的时候，也可能做过很多现在不愿意再做的事。他可能曾经为了一个女生，半夜守着手机等回复，可能明明感觉到对方没有兴趣，还是一遍又一遍说服自己，他只是比较慢热，我再努力一点就好。他送礼物、接送、随传随到，把对方每一次普通的回应都当成关系即将改变的证明。可是后来他才发现，努力能够改善很多事情，唯独不能强迫一个人产生喜欢。你可以用心准备一场约会，却不能要求对方因此心动。你可以证明自己很可靠，却不能逼一个只把你当朋友的人爱上你。你甚至可以短暂感动一个人，但感动和爱从来不是同一件事。当一个男人真正明白这件事，他对追求的态度就会改变。他不再问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选我，而会开始问他有没有真的看见我，他对我是否也有相同程度的兴趣。这段关系是我们两个人正在建立，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想象？这不是骄傲，而是他不再把爱情当成一场自我证明。很多人之所以会疯狂追求，不完全是因为太爱对方，而是因为太害怕自己不被选择。对方愈冷淡，他愈想征服，讯息愈得不到回复，他愈想证明自己有吸引力。到了最后，他想得到的可能已经不是那个人，而是我终于赢了的感觉。所以高价值男人愈来愈不爱追女生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再需要透过追到某个人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他真正放下的不是感情，而是那种只要我够努力，就一定能让你喜欢我的幻想。对他来说，被一个人选择固然重要，但保住自己的价值感更重要。再来，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，主动多一点其实没有什么。有人天生外向，有人比较慢熟，有人习惯直接表达，有人需要更多时间确认感觉。有时候一方先跨出2-3步，另一方才慢慢放下戒心，这并不代表关系一定失衡。真正的问题
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过去，仍然只有一个人在找话题，安排见面，关心对方的生活，另一个人从不明确拒绝，却也没有真正靠近。你约他，他有空就出现；你不联络，他也不会想起你。他接受你的照顾，享受你的陪伴，却从来不需要为这段关系付出任何风险。很多男人一开始会替对方解释，他可能只是工作太忙，他个性本来就比较被动，他以前受过伤，所以我应该多给他一点时间。这些解释偶尔可能是真的，但当一个模式长期反复出现，它传达的就不只是忙碌或慢热，而是一个人愿意把多少心力放在你身上。成熟的男人会观察的，不只是女生有没有回复，而是他有没有主动延续关系。例如他拒绝了这一次约会，会不会提出另一个时间？他回复的比较慢，会不会在有空时认真把话题接回来？当男人透露自己的脆弱，他是敷衍带过，还是愿意理解？他有没有好奇他的生活，还是只有需要陪伴时才想到他？真正的互相，不要求两个人每次都付出一模一样的分量，而是双方都愿意离开原本的位置，朝彼此走近。如果一个男人已经向前走了5步，女生却始终站在原地，甚至还不断测试他愿不愿意走第6步、第7步、第8步，他最后选择停下来，未必是失去耐心，而是他终于看见这段关系一直都只有自己在移动。这时候，有些女生会误以为他以前那么主动，现在突然不追了，代表他根本不是真心，但也可能刚好相反。正因为他曾经认真，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的认真长期得不到对等回应，才决定把投入收回来。一段关系偶尔由一个人多付出一点没有关系，可是假如永远都是同一个人主动，那就不只是个性差异，而是关系正在失去平衡的讯号。当一个男人发现永远都是自己开启话题，安排见面，创造机会，而对方只是被动接受，他看到的就不再是害羞，而是一段必须靠他独自维持的关系。高价值男人不是不愿意付出，而是不愿意把付出浪费在一个从未向他走来的人身上。他要的不是偶尔得到回应，而是确认彼此都在选择这段关系。第3个原因是他的生活本来就有其他值得投入的事情。有一种男人和你聊天的时候很认真，见面时也会专心听你说话，可是约会结束之后，他不会整晚守着手机等待你的讯息。隔天早上，他照样工作、运动、处理自己的计划，也会继续见朋友、陪伴家人。这时候，有些女生会怀疑，如果他真的喜欢我，为什么可以这么若无其事？为什么他的生活没有因为我的出现而彻底改变？但一个人没有为你打乱全部生活，不代表你不重要。很多时候，恰恰是因为他的生活有秩序，他才不会把一时的心动误认成必须立刻抓住的救命绳索。当一个人缺少自己的目标，爱情很容易变成他唯一的情绪来源。对方今天热络，他整天都有精神；对方今天冷淡，他就什么事都做不下去。于是他会不断确认，不断索取，也会把正常的距离想象成关系即将失去。但拥有稳定生活重心的男人，不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就立刻放弃自己的节奏。这并不代表他只顾自己。真正成熟的人在关系逐渐确定之后，当然会调整时间，为另一个人留出位置。差别在于，他的调整来自选择，而不是恐慌。他不需要每天用20则讯息维持存在感，也不需要故意报备每一个行程，确保自己没有被忘记。他的安全感更多来自他知道自己正在过什么样的生活，而不是别人今天给了他多少注意力。所以，如果他感觉到一段暧昧只有消耗、猜测和混乱，他会比以前更快离开。不是因为他太现实，而是因为他知道时间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。每一个花在不确定关系里的晚上，都是他原本可以用来工作、休息、运动、学习或陪伴重要之人的时间。
当一个人愈清楚时间的价值，他就愈不愿意把大量心力投进一段没有方向的关系。一个拥有事业、目标、朋友、兴趣和生活秩序的男人，不会把全部注意力压在一个还没有选择他的女生身上。不是因为女生不重要，而是因为他的人生不会只剩下他到底喜不喜欢我。当一个人的世界足够完整，感情就会成为生活重要的一部分，却不会成为拯救自己的唯一出口。他不是没有时间爱你，只是不愿意为了追逐一个不确定的人，弄丢原本完整的自己。然而，事情走到这里，还有一个更复杂，也更容易被忽略的原因。有些男人不追，不只是因为成熟，也可能是因为害怕。你可能遇过这样的人，刚认识的时候，他并不冷淡，他会主动关心你，会记得你说过的小事，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生活。两个人愈聊愈深，你甚至可以感觉到他正在慢慢卸下戒心。可是，就在关系即将更进一步的时候，他突然变得谨慎，回复开始变慢，见面的频率逐渐降低，原本自然的互动也出现一种说不出的距离。你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反复检查最后几次对话，却找不到明显原因。更奇怪的是，他看起来并不像完全失去兴趣，反而像是在感情真正可能发生之前，紧急踩下刹车。这很可能就是防御机制开始运作。有些男人过去曾经很认真地相信一段关系，他付出时间、承诺和信任，最后却遭遇背叛，突然被分手，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抽离。那种经验带来的不只是失恋，而是一种更深的讯息。当我把真心交出去，我就可能失去控制。于是，下一次遇到真正喜欢的人，他的身体和情绪可能比理智更早拉起警报。关系还停留在轻松聊天时，他很自在。一旦你们开始谈到承诺、未来或彼此真正的需要，他就想退。不是因为感觉消失，而是因为感觉变得太真实。心理学里常用逃避式的防御来描述这种反应。当亲密感增加，一个人可能透过挑剔对方、降低联络频率、强调自己很忙，或者突然放大两个人的差异，让自己重新取得距离。昨天他还觉得你很特别，今天却开始说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适合。不是你的个性在一夜之间改变，而是靠近所带来的风险，让他急着替退后寻找理由。这类男人常常不是没有爱人的能力，而是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承受爱。愈有能力、愈习惯掌控生活的人，有时反而愈害怕感情里的不可控制。工作努力通常会得到成果，运动持续通常会看见进步。可是感情不是，你可以真诚、可靠、认真，最后仍然可能失去一个人。对于无法承受这种不确定性的人来说，不开始似乎就是最安全的选择。因此，有些男人会把防御包装成理性。他说自己现在只想专注工作，说一个人也很好，说感情顺其自然就好。这些话未必是假的，但他们有时只说了一半。另一半是，只要我不真正投入，就没有人能真正伤害我。可是，你也必须看清楚一件事，理解一个人的防御，不等于你必须承担他的防御。知道他受过伤，也不代表你要无限期等他准备好。一个男人可能真的喜欢你，也可能真的很害怕，但他对你有感觉，和他有能力经营一段关系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。这句话很残酷，却非常重要。很多女生会在一段忽冷忽热的关系里停留太久，正是因为她看见了男人偶尔流露出的真心。她知道他不是完全不在乎，所以每次他退后，她都替他找理由。每次他重新出现，他又相信这次终于会不一样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人每次靠近之后都消失，每次谈到关系就转移话题，每次让你受伤之后都只说我就是这样，那么他的恐惧或许值得理解，他的行为却仍然正在伤害你。有边界和没有能力进入亲密关系是两回事。成熟的男人会在关系失衡时退后，但他仍然愿意表达。他可能告诉你，
我感觉最近好像只有我在主动，所以我想先确认我们对这段关系的期待是不是一样。他不会用消失惩罚你，也不会故意忽冷忽热，逼你因为焦虑而反过来追他。防御很重，但愿意面对自己的男人，也许会暂时退后，却会在冷静之后回来。他会承认自己害怕，愿意解释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也愿意和你讨论下一次能不能用不同方式处理。真正逃避的人则不同，他只要感受到亲密的压力，就把所有问题丢给你。他会说是你要求太多，想太多，太没有安全感，却从不检查自己的模糊和反复，是否正是让你不安的原因。至于把退缩当成操控手段的人，模式又更加明显。当你主动靠近，他就后退；当你终于决定离开，他又突然热情。他不真正承诺，也不彻底放手，只在你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，给你一点希望。他不是在慢慢建立关系，而是在确认自己仍然能影响你。你愈焦虑，愈想得到答案，他就愈掌握主导权。所以不是所有退缩都叫高价值，也不是所有冷淡都值得等待。有些人确实在保护健康的界限，有些人则是在逃避所有必须承担的亲密责任。如果一个男人每次靠近你之后都突然冷掉，让你长期猜测、等待和自我怀疑，那未必是他太成熟、太理性，更可能是他根本没有准备好爱任何人。那么一个男人不猛烈追求你，究竟要怎么判断他是认真、害怕，还是根本没有兴趣？很多女生会从讯息速度寻找答案，他今天有没有主动？为什么昨天聊了3个小时，今天只回2句？他明明看了我的限时动态，为什么没有回复？他最后用了句号，是不是心情不好？他主动按赞，却没有约我，是不是在暗示什么？可是这些零碎讯号太容易受到工作、习惯和情绪影响。真正可靠的判断，不能只看某一天有多热络，而要看他在一段时间里反复做出了什么选择。判断一个男人的真心，真正要看的有3件事：持续、清楚，以及他愿不愿意付出成本。第一是持续，真正的喜欢不一定每天都很热烈，但不会只在他无聊、寂寞或需要情绪安慰时出现。他可能工作忙，可能不擅长聊天，可是他不会让整段关系永远依赖你的主动。如果他错过一次联络，他会找机会接回来。如果他一段时间真的很忙，他会让你知道，而不是把你丢在原地猜测。第二是清楚，清楚不是第一次见面就承诺一辈子，而是他的行为不会长期和说法互相矛盾。他说想认识你，就会安排见面；他说在意你，就会最在重要时刻出现。他说目前没有准备好进入关系，也不会同时要求你提供伴侣等级的陪伴和忠诚。真正尊重你的人，不会一边享受你的付出，一边用我们又没有在一起逃避责任。第三是成本。任何人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对你好，真正能看出心意的，是他愿不愿意为你调整行程，记住承诺，处理误会，以及承受坦白可能带来的风险。甜言蜜语的成本很低，偶尔暗赞的成本更低。真正有成本的，是他愿意把你放进生活的安排，让你认识真实的他，也愿意在2个人出现问题时留下来沟通。如果一个男人只在深夜想起你，只在线上给你暧昧，却从不把见面落实，只在你要离开时突然告白，危机一过又恢复冷淡，那些看起来浓烈的情绪，未必代表稳定的真心。真正的喜欢可以克制，却不会长期模糊；可以走得慢，却不会永远停在原地。一个男人真正喜欢你，不一定会每天狂传讯息，也不一定会用夸张的方式追求你，但他的行动一定会逐渐变得持续、清楚，而且愿意付出成本。他会主动创造下一次见面的机会，会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，也会让你知道你在他生活里究竟处于什么位置。所以看穿他的真心，不要看他追得有多猛烈，要看他愿不愿意稳定地向你靠近。还有最后一个原因，
也决定了一个男人究竟是高价值，还是只把冷淡当成保护色。他如何面对拒绝？追求一个人最难面对的，往往不是等待，而是答案可能不如期待。有人被婉拒之后会不断追问原因，有人认为自己付出这么多，对方就应该给一次机会，也有人嘴上说尊重，转身却开始贬低女生，说她眼光不好，太现实，迟早会后悔。因为拒绝带来的不只是失落，它还会碰触一个人心里最敏感的问题：没有被选择，是不是代表我不够好？内在不稳定的人，很容易把一次拒绝解读成全面否定。他不是只失去一段可能的关系，而是感觉自己的外表、收入、能力和魅力全都遭到否定。于是，他会想尽办法改变对方的心意，因为只有成功翻转答案，他才能重新觉得自己有价值。但真正成熟的男人会明白，感情里的拒绝不一定是在判断谁比较好，两个都很好的人也可能没有相同的节奏。一个人不喜欢你，也可能只是因为价值观、生活方向或情感需求不适合。吸引力不是道德评分，更不是一张人生总成绩单。所以当对方已经清楚表达没有意愿，他会难过却不会纠缠，会失望却不会报复。他尊重对方说不的权利，也保留自己继续往前走的尊严。他接受的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我们没有形成彼此想要的关系。成熟不是永远不会因为拒绝而受伤，而是不再把一次拒绝当成对自己全部价值的判决。所以当答案已经清楚，他不会继续讨好、争辩或证明，而是把注意力收回来，留给真正愿意回应他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：为什么那些条件不错、情绪稳定、也有能力经营关系的男人，反而愈来愈不愿意追女生？不是因为男人都变冷漠了，也不能把所有退缩都包装成成熟。真正的关键在于一个男人退后时，究竟放弃了什么，又保留了什么。如果他放弃的是单方面讨好，保留的是坦白、尊重和持续靠近，那可能是界限。如果他放弃的是面对亲密，保留的只有偶尔出现、反复暧昧和不愿负责，那就是逃避。如果他只有在你准备离开时才突然热情，靠近之后又立刻冷却，那可能不是深情，而是他不能接受失去对你的影响力。如果他从不主动了解你，不安排见面，不愿意付出任何成本，也没有把你放进未来，那么最简单的答案往往就是他没有那么喜欢你。女生最容易受伤的地方，就是把所有模糊都解读成深情，把所有冷淡都想象成受过伤，把所有不行动都包装成他只是害怕太爱我。但真正要问的，不是他心里有没有一点感觉，而是那份感觉有没有强到足以让他做出选择。一个男人即使真的受过伤，也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可以理解他的过去，却不需要用自己的现在替他的过去付账。如果你想知道他有没有真心，不必故意冷淡，也不必用消失测试他。你只需要清楚地给出一次真实的讯号，让他知道你愿意认识，愿意靠近，然后停下来观察。当道路已经打开，他有没有主动向你走来？如果他只是需要确定你的心意，那么得到安全讯号之后，他通常会逐渐增加投入。如果他仍然停在原地，只享受你的关注，却不愿意承担任何关系成本，那你得到的也已经是一种答案。这就是最残酷的感情真相。高价值男人不是愈来愈不爱女人，而是愈来愈不愿意追逐一个没有明确选择他的人。他可以主动，却不会乞求；可以认真，却不会失去界限；可以为你向前走很多步，却不会永远站在原地，等你决定要不要回头。所以，判断一个男人的真心，不要只看他有没有追着你跑，而要看他退后之后，是否仍然清楚，稳定地向你靠近。真正有价值的男人未必会猛烈追求你，但他不会让你长期活在猜测里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爱不是一个人拼命追，另一个人不断退，
而是两个人都愿意离开原来的位置，向彼此走近。当你不再忙着说服一个人，你才有空间看清楚他有没有真正选择你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想起某一段一直看不清楚的关系，不妨重新回头看看，那个人给你的究竟是稳定的靠近，还是偶尔出现的希望？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认为一个男人不再追求，究竟是成熟、害怕，还是真的不够喜欢？如果这段内容也能提醒你身边正在感情里反复猜测的人，记得把它分享给他。